心，就算原是孤岛，每一天都有一次破晓。且让我给你依靠，为你受风雨和煎熬，让我带走你的疲惫和烦恼。明天如何，谁知道？命运之前我太渺小，被你思念是我唯一的骄傲。且让我给你依靠，为你受风雨和煎熬，才能释放你的自由和欢笑。失去所有不在乎，我一生只为你燃烧。围绕，直到世界停止转动的1秒。我不惹他们，他们也会来惹我的。我不跟他们狠斗狠是不行的。你这么做跟流氓有什么分别？你就不顾我们担心你什么吗？你在这里得罪这些人，那你叫我们以后怎么在这里做生意啊？你真的是越大越糊涂了，去惹上这些人，现在怎么办呢？我去报警。妈，你这么怕事干什么？你越怕他们，他们越会欺负你们。我现在已经把话放出去，以后他们知道这里有人罩住，就不敢乱来了。你这话是什么意思啊？你以为有你看住我们才可以开店啊？不是这个样子的，做生意呢要和气生财。对呀，老单，你再这样下去，不是迟早收保护费，包娼包赌。你敢，还包娼包赌？你呀，真是越来越不像话了。我们龙家的成员呢，个个都是老老实实的做人，可没有一个像你这样乱来的，参加什么私会党。试问，如果有一天你在外头给人家砍死了，你叫我们多痛心了。还有，龙家清清白白的生意啊，全都给你丢尽了，真是家门不幸啊！你加入这个党有多久了？妈还以为你在外头很风光啊，做了大明星。原来你做了大流氓啊！安娜，是不是给他们一点钱就可以退会了？阿玲啊，你要钱，妈有啊，来，这些钱拿去打发他们。我现在不要钱，我什么都不要，我只要出一口气，让人家知道我龙永林不是好欺负的。你们不了解我，就不要阻止我。阿玲，阿玲，阿玲，阿玲啊！安娜，打个电话给阿德，他跟阿玲是好朋友，可能会在他家。阿德是读书人，做财务的，怎么可能会跟阿玲混在一起呢？就是嘛，阿玲现在交的朋友都是走偏门的，整天在街上溜达，不三不四的。交上这种朋友，这人生就完蛋了。你说那么多干嘛？好了好了，我打给阿德就是了。你出个声啊！坐在这好像是一个木头人。现在儿子出了事了，你到底关不关心儿子了？现在关心他又有什么用啊？其实他今天变成这样子，都应该怪你。平时只会宠着他，什么都让着他，就连香港拍电影也是你鼓励的。他从来也不自量一下自己能做些什么，只想做大事。你应该提醒他，别让他像个无头苍蝇到处乱撞。你怪我啊！现在你来怪我，我疼儿子有错，我支持儿子也不应该吗？现在儿子做错事，你就怪在我头上啊！你到底有没有良心啊你？你不如说我拿着枪指着他，叫他这么做。你，好了好了，你们就一人少一句吧。是啊，一人少说一句吧。我看我们还是先吃饭吧。现在龙肉我都吃不下，还吃饭？阿德怎么说？阿德一听说阿玲参加了私会党，吓都吓跑了。他说整整2年了，没跟阿玲来往了。我早就说过了嘛。那怎么办啊？你的一巴掌啊，把儿子给打跑了。
儿子现在不回来了。我看我们最近呢，应该多看些报纸新闻，可能警方也在找他们呢。哎，对对对，警察的视线比我们广，可能会更快找到阿玲啊。他都没做错事，警察找他干嘛？如果他参加私会党，那警方呢就有权利抓他了。阿彪啊，你出个声啊，不要像你阿爸一样，好像一个木头人。现在出事的是你弟弟啊，你可不可以关心一下你弟弟啊？妈，你要我说什么呢？我知道阿玲在香港一直都很不如意，可是我万万也没想到，她会从一个被压迫者变成一个压迫者。唉，资本主义的社会就是这样，人很容易被异化。不要说的那么深奥，我现在只是想知道我们应该怎么做。如果他自己都不肯救自己的话，我们又怎么能够救他呢？我们也只能希望他早点醒悟，靠自己的力量去拯救自己的灵魂。让他自己救自己，那我们就坐在这儿眼巴巴的看着他堕落啊！真是气死我了！你们一个两个有事情找你们商量，就没一句好话。我不说了。喂，你有时间就去教一教阿玲嘛，看她这个样子，迟早会出事的。阿玲这个人脾气又臭又固执，我说得动她才怪呢。他怎么说也是你亲弟弟嘛，你怎么可以爱理不理，都不关心他了？我能够理得了多少呢？难道要我哪条藤条去吓吓他？难道他就变乖了吗？一个人做事情要靠自己去想，不是靠别人教你怎么去做。你也应该去安慰他或者关心他吗？小姐，我一间面包店4个女儿已经把我搞得团团转了，哪有那么多时间去管她呢？阿星就不会这么想了。这关他什么事啊？我们家里的事啊，不用他来理。这阿玲啊，也不知道是不是他带坏的，两个人经常在一起。这跑船的人啊，鬼主意最多了。跟他在一起就会带坏啊？也不见得他周边坏。好了好了，不要再提他们了。怎么样，够浪漫吧？不错啊。我看我们先开灯吧，我怕有老鼠啊。有我在，什么老鼠都不见了。不要。为什么不要？你不喜欢我？不是。不是就快点帮我生个男孩，到时候我妈一定疼死你了。不要。你怕什么？现在外面的人都知道我们迟早摆酒席，而且你也答应了我会跟我在一起。你有了心上人？不是啊。不是为什么不要？我姑妈来了。你姑妈这么晚来干嘛？她来拜年，我先去开门了。还记不记得以前过年的时候，这里满地都是红红的一片，都是那些红色的炮竹子屑。我最怕那些雷公炮了，你跟他爸一点火，我就逃得远远的。老实说，我根本不觉得鞭炮有什么好玩的，又吵又脏又危险。新年嘛，图个吉利啊！新年我觉得最重要的是一家人和和气气的团聚，那些噼里啪啦吵吵闹闹的哪有意思啊？是有点道理。六月也是这样说的。怎么，现在全都听六月的话了？开玩笑。了解啊，你看六月他来了。来，六月。六月，我去给你倒杯水啊。谢谢雅琪妈。哎，新年快乐！那我就恭喜发财了。怎么那么俗气的？什么年代了还恭喜发财？我不赌博的。什么俗气啊！新年的传统都是这么说的嘛。再说，谁的心里没有个发财的愿望呢？只要心里有希望，那就什么事儿都好办了。说不过你了。现在在过年，不跟你抬杠。那我今天算是不错了，新年的头一件事就把9号文凭给驳倒了。很了不起啊！对了，六月，喝水，别听他们说。哦，哇，阿周啊，你怎么了？我把你的女朋友给驳倒了，你好像不太高兴哦。没有啊，你跟六月口才都很好啊。哎，对了，六月，你不是说要带阿培去看电影的，怎么会来到这边啊？我妈不准他看，怕会影响他功课啊。哦，原来是没地方去才来我家，这么没诚意来跟我妈拜年呢。你，阿星妈，你又来了，你不是说要出去吗？哦，是我，那我出去了，
慢慢聊。哎，走来吧，留下来嘛。早点回来啊。知道了。来，6月，喝点水吧。给你看这封信，香港？谁寄来的？是我表哥。他又来信了。是啊，他有很多生意的。他们全家人是在1950多年的时候从印尼回到中国的华侨，姨丈现在还在海南岛种植咖啡，而表哥就在香港开间贸易行，生意是越做越大。哦，那他想要我过去帮他打理业务，你觉得怎么样？你问我的话，当然是不好啦。香港那边人生地不熟的。有表哥啊。可是靠人总是不好嘛。虽然很多人都说帮自己人比较不错，可以互相有个照应，我就不觉得那有什么好的。我有想过这一点，可是我过去又不是白吃白住他的，我帮他工作。更重要的是，我想换一个新的环境。离乡背景的感觉总是不太好的嘛。阿星不也是这样吗？我跟他怎么一样呢？其实我考虑过的，我们留在这里，整天必须面对他，彼此尴尬，倒不如我们出去，说不定我们以后回来，他已经有了女朋友了。哦，原来你去香港是为了避开他。不完全是因为他的，我想拥有一个属于我们自己的世界。那阿妈呢？她怎么办啊？阿星走了，我又在走，不太好吧？再说，如果你是为了避开他才去香港的话，他的船也是会经过香港，避也避不掉的。我都说过，我不是完全因为他才做出这样的决定。表哥在信里说，他公司正缺少人手，要找自己人帮忙啊。我都说了，帮自己人未必就是好的。像我跟阿星在咖啡店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啦。所以我希望你和我一起过去，不要留在这里，我们过一种新的生活。可是，做生不如做熟。外面的世界很大，为什么一定要把自己困在一个小地方呢？你的语气越来越像阿星了。你这句话什么意思？你们的个性其实也蛮相像的，一样的冲动，想做就去做。这件事啊，如果你跟他提起的话，他一定会支持你的。那你为什么不能像他那样支持我呢？我跟他根本就不一样嘛。好，我没有勇气去改变我的生活，尤其是要我现在离开阿妈，我是办不到的。我令你失望了，对不起。可惜我不是阿星。你是不是认为他比我更适合你啊？你是认为我是个三心两意的女孩子？不是。你知不知道你这句话很伤我的心啊？如果我一直拿你和他比较的话，我不会提出这个建议的。你不去就算了。6月，我可以接受你性格上软弱，可是我就是不能接受你对我的不信任。6月，对不起，我不是有意偷听你们说话。这家伙他说话没经过大脑。他是太有头脑了，才整天胡思乱想，三心两意的。6月，6月。你为什么要在6月的面前胡说八道？你不要这样看着我。刚才你们的对话，我全都听到了。你以为你自己很伟大，把爱情让来让去？我告诉你，真正伟大的爱情是要靠自己的勇气去争取，而不是靠别人让给你。你说话啊，说我讲的对不对？从小到大，我从来都没有怀疑过你说的话了。那你就拿一点勇气出来。我不像你啊。
有些事情我是办不到的了。我知道，您向来都不喜欢跟别人争，所以你在酸梅坡那边一直忍气吞声，这我了解。可是现在是你的终身幸福，你应该好好的把握。你还记得那只高岭鸟的事情吗？小时候，我把你心爱的高岭鸟弄死了，你很伤心，结果狠狠地打了我一顿。这关鸟什么事啊？6月是人不是鸟，而且我相信你会对它很好。后来，我自己也养了一只鸟啊，可是我看它关在笼子里面，没有自由，每天都很辛苦。终于在一个晚上，我趁你和阿嬷睡着的时候，偷偷把它放走了。原来是你放走的，我就奇怪为什么它会不见，而且当时呢，你一点都不伤心。喜欢一个东西，不一定要拥有它。就像有些人喜欢闻咖啡的香味，不一定要喝掉它嘛。你看你又乱说话了，说错话要打嘴巴的。小时候也是这样。其实，我觉得你比我更配得上6月。你们如果真的在一起的话，我一定会祝福你们的。想一想，6月也蛮像自由自在的小鸟，你啊，才是他的那片天空。我对他来说，只是个鸟笼。我真的给你气死！你说来说去就是要把6月让给我，无聊。你知道吗？在香港那段日子，我一直都是很不如意。
每天都给那些明星导演呼呼喝喝，比一条狗还不如。回到新加坡，还要给昂摩那些人渣欺负。那时我就发誓，一定要做一番大事，要光荣的站起来给人家看。那你现在很光荣吗？偷偷摸摸的躲在大水沟里，还连累他受伤。你听我说，做人最重要的就是要看得开，看得淡。如果我给你赚100万，你还是看不起，因为你觉得你为什么不可以赚1000万？你还是觉得自己很穷困、很痛苦。我不在乎钱，我只要向别人证明我是行的。但你走上这条路就是不行。我有什么办法？我也不想的。当初满怀希望去香港，结果给人当白痴耍。我只会武打，不会讨好人，不会耍手段。我有什么办法证明我是行的？我只有靠打，将那些看不起我的人一个个打，让他们知道我不是好惹的。阿玲，你听我说，你不要劝我了。如果3两句话能劝倒一个人，这个世界早就太平了。好，我不说，但我要你记住，做人就一定要看得开，看得淡，而且不要随便向任何人报复。我相信老天爷也不喜欢人家这么做，而且通常这么做的人都会得到报应。家怎样写？宝盖下面一个猪。哦，开美，你怎么可以捏你妹妹啊？你很顽皮耶！我在教妹妹写字，你怎么可以捏她呢？写什么字？家字是这么写的吗？下面一只猪，难道住在家里的人都是猪？是啊，妈妈说我们的家里有一头大懒猪。你知道她在说谁吗？不知道。你知不知道这个字怎么读啊？嗯？我暂时不告诉你，等你写会了，我才告诉你。你的造句做完了没有啊？虽然我很顽皮，但妈妈从来没有骂我。不错。勤劳，我妈妈是个勤劳的人。发誓，我发誓以后不爱男人。开美，你怎么会这么写呢？怎么有错吗？发誓这个词是可以这样用，但是为什么你以后不爱男人呢？所有的男人都是坏人，他们只会欺负女人，他们才是在家里的一头猪。你怎么可以这么说呢？爸爸听到会打你的。他也是一头猪，他只会欺负妈妈，什么都不会做。嘘，你怎么可以这样说你爸爸？这么乖啊，在做功课，做完了没有啊？我们今天到此为止吧，明天我们再继续。来，快点收拾，开美，带你妹妹出去外面玩，小心看着他们啊！来，去。怎么了？你不高兴啊？开美，她好像很不开心啊。叫她做功课，她敢不高兴？啊，如果他们坏，你就帮我打他们。现在小的时候不教啊，大了很难教的。人家都说了嘛，天上老鹰大，地上老师大。不要了。干嘛？摸一下不可以啊？有什么好摸呢？这是宝盖下的一头猪，猪寮里的猪最大，你要摸去摸它们好了。你很坏啊！你骂我是猪。来，走，我们到房间里去。不要啦。上次啊，被你姑妈破坏好事，这一次啊，我看谁可以帮得了你。玉华姐，又说回娘家，怎么那么快就回来？二妹说姨婆在家，不想听她啰嗦，所以不去了。真的不是姨婆就是姑妈。
他们又讲我们什么了？又讲我们的不是了？我们有什么不给人家讲的？自从我生了第3个女儿，就给人家讲到现在，我听都听烦了。他们爱讲你就让他们去讲吧，你管他们那么多干嘛呢？你说的轻松，因为你是男人，不管出了什么差错，人家都不会怪你们的，都由我们这些女人来帮你背这些包袱。你干嘛觉得这么委屈？就算多一个人，也不会少了你一碗饭，你还是有的吃有的住的。不会啊，我哪里会委屈？人家说我命好，做大的，以后有人服侍我，帮我倒茶，我不懂多么开心啊！我哪里会委屈？好啊，这可是你自己说的，那以后就不要整天对我脸黑黑，看了都没胃口。立峰就快搬进来住了，有空的话，将这些没用的东西啊，全搬到外面去。什么没用的东西啊？这些都是你女儿。我叫你搬就搬，那么多话说。这间屋子那么大，为什么偏要把这些东西全挤在一间房间里面呢？你有话直说好啦，不用拐弯抹角。简单的说，你让我搬出去，不跟你分房睡，是不是？早知道是这样，还要我提醒你。当然，我龙永安不是没有情义的人，你怎么说也算是龙家的人。这间屋子你还是可以住的。怪不得人家都叫你面包王了，因为你的算盘打得最厉害。继续把我留在家里，帮你照顾4个女儿，帮你看着面包店，最重要，帮你保留这个面子。大的小的都有，连面子也要。是，你们龙家是对我不错，可是你们却忘了，我也是人呐，我也怕给人家说3道4的。可是你们却不管。那你要我们怎么管呢？哈，把全天下人的嘴巴封起来，像你是这不下蛋的母鸡吗？龙永安，做人要饮水思源呐，你这个道理你懂不懂啊？这些年来是谁辛辛苦苦帮你把面包店给搞起来的？就因为我没有帮你生个小茶壶，你就这样对我，你会后悔的。我后悔什么？我现在在做全县人应该做的事，传宗接代，我没有错。你不能够替我们龙家生个小茶壶，要怪你自己。怎么想吃掉我？这女人也真是，讲了2、3句吧，就学人家离家出走。爸爸，你妈没去三鱼那里？没有。都找过了。嗯。这女人死到哪里去？啊，怎么样？找到了没有啊？没有。刚才我跟妈妈去阿珍那找她，可是找不到。算了吧，她要不要回来自己会决定。我要赶出去送货，你帮我看住这3个小的。哦，你放心吧。你们3个真可怜，爸爸妈妈吵架，现在妈妈又离家出走了，不知道走到哪去了。不过你们不用担心，妈妈会回来的啊！来，过来吃饭啊！来，肚子饿了就要吃饭了啊！来，不要肚子饿了，来。我不吃你饭，你的饭不好吃的，臭臭的。你们3个这么顽皮啊？开美，是不是你家妹妹这么说的？嗯？拿着铺满干什么？我们自己有钱，我们去买东西吃，不要你管。你有多少钱？能够吃多久啊？不要你管，反正爸爸的钱迟早都会被你吞掉。妈妈已经叫我们存钱了，如果有一天我们有钱，我们靠面包店，不靠你。都是你害得我们的妈妈跑掉了。如果你是我们，你会不会生气？不会，因为你是坏女人。我发誓以后不爱男人，所有的男人都是坏人，他们只会欺负女人，他们才是住在家里的一头猪。你比猪还不如，你是坏女人，除了告我爸爸，还会什么？我妈妈说你最没用，只会靠别人。有老鼠吧？
心，你说我该怎么办？那3个小瓜真的是很难管教啊。今天餐馆的气氛还搞得蛮不错的哦。阿星，你可不可以认真的听我说话？好，认真说。那我该怎么办？我奉劝你一句话吧，人家说，宁愿拆10座庙，也不要毁一个家。你毁了人家美满幸福的家庭，你罪孽深重。你不要乱说了，我叫你出来是要分析道理给我听的。我昨天真的被那3个小瓜搞得心烦意乱啊！啊，你要分析道理，找他好了，他最会分析道理了。人家都不理睬我们。哇，还好是碰到他，万一是别人的话，那是非传出去，那还得了？你怕是非？我以为你是天不怕地不怕的。我怕我清白的名誉给你毁了。我真的那么可怕？是很可怕。你是不是想背叛我们？根本就是不可理喻。坐下来慢慢谈吧，何必让我们不愉快呢？我跟这种人没什么好谈的，跟他也没什么好谈的。我们大家都是同学，有共同的理想，何必闹到这样？坐下来吧。志不同，不相为谋。主席，主席，没想到黑选区这么粗鲁的，到底什么事使得他这么激动？有时候有些人会做些出乎你意料之外的事的。比如说，你真的认为我不可能像你那么潇洒一样去浪迹天涯吗？不可能。咖啡永远泡不出凉茶的味道，而牵牛花永远散发不出玫瑰的芬芳。黄有亮15块。哎，他不是你们的客人，我们的在那边。弄错了。我们呢，只是随便摆几桌酒席，请亲戚朋友吃顿便饭。哦，难怪嘛！刚才呀，我还在奇怪，怎么又不是娶新娘，还这么专门的摆桌收红包？哎呦，都是旧人呐，还要这些……哎，恭喜恭喜，恭喜恭喜！哟，面包嫂来啦！哟，面包嫂，恭喜恭喜，做大姐啦！我问你，你这几天跑哪里去了？去散心啊！怎么不需要我回来啊？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。我告诉你啊，要不是为了4个女儿，我是不会回来的。怎么说，我也是大的，我还在等人家向我下跪敬茶呢。你不要跟我无理取闹，这个面子我们大家都丢不起的。什么无理取闹啊？你妈也不是这样对二妈的吗？你还很支持她呢。我警告你，要是你敢乱来的话，我就把你赶出这个家。你以为我很想留在这个家？没有你会活不下去啊！这个世界很大的，我死不了的。哎呦，什么时候啦？怎么新娘子还没有出现呢？哎，是啊。怕媳妇敢见人呐啊？怎么不见她来呢？阿梅啊，丽凤怎么还不来呢？会不会出了什么事啊？会不会啊？会出什么事呢？我看可能是塞车吧。我出去看看。去，快去。干嘛这样看着我？怕我伤心是不是？放心吧，我没事的。如果我看不开的话，就不会来。既然我来了，就证明啊，这种牵牛花在我心目中根本就不算什么。阿星，新郎车在那边。司机，请开车。哎，他怎么走了？喂，
怎么这么迟啊？他爸妈已经在门口等了。为什么这新娘车走了？你说什么？什么新娘车走？哎，这丽凤在车上啊，她向我们挥挥手，然后车子就这样开走了。对，是啊，走了。你搞什么鬼啊？是不是你家丽凤走的？喂，你别乱说话，谁说我家丽凤走的？安娜，你接新娘子接到哪儿去了？快开席啦！开什么席啊？丽凤都跑了。跑了？什么事啊？我怎么知道？我也不知道啊。他是不是不想结婚了？对了，那天你跟丽凤见面，他跟你说了什么？你还偷偷跟丽凤见面？哎呀，阿星啊，这件事情到底跟你有没有关系啊？没有关系啊，妈。不错，我们的确见面，他向我诉苦，说对这场婚姻感到恐惧啊。喂，你胡说！你分明跟他串通好的，要不然会这么巧。你见到他的车子他就跑掉，你分明要我结不成婚是不是？没有啊，你怎么可以这样打人呢？我哥，算了。这社会上有太多的不公平，在我们工友身上，永远只有剥削这2个字。资本家利用我们的生命和廉价的劳力去换取更多的金钱。当我们生命有危险的时候，他们掉头就走，对我们的生命视而不顾。他们很快就会找到一批新的工人，供他们尽情努力。但你们并不要灰心，我们还是有希望的。无产阶级的觉醒就是我们最好的武器。而他们已经制造了这一批能够置他们于死地的武器。他们是谁呢？他们就是你们，现代的工人，也就是无产阶级者。现在是把剥削我们的资本家给埋葬的时候了。这次厂爆炸，死34名工友，14个家庭就这样破裂了。这起悲惨的意外，让我们看清楚一件事，看清楚这些资本家的嘴脸。我在此呼吁大家，勇敢地站起来吧，还公正与民主，打倒万恶的资本主义者！打倒万恶资本主义者！打倒万恶资本主义者！打倒万恶资本主义者！真没想到，你还是那么积极的在搞组织活动。这是我的理想，也是我的抱负。我希望有一天这社会能够进行彻底的改革。我只知道那些搞革命的人，最后都把命给割了。对我们这种人来说，死并不可怕，没有理想的活着才是最可怕的。对我们来说，为了我们的理想而牺牲，是一种无上的光荣。有哪一场革命不是经过流血的？当年的法国大革命，有多少的同志牺牲了，才得到了最后的胜利？我只喝过法国巴黎的咖啡，但是如果你要我流血去搞革命，我不敢。这篇稿你拿回去看吧，可能对你有用。我根本就不认识谁是马克思。不错，有很多大道理，我的确是不懂的。我是一个小人物，我是一个跑船的，我只能用我的经验来告诉你一个真相，那就是这个世界上不会有理想国。你看非洲的那些饥民，南美洲大城市里面的孤儿乞丐，对他们来说，最幸福的就是有碗满满的米饭送到他们的口里。他们不会管谁是马克思。你错了，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。
就是因为这个社会有太多的不公平了，我们才要去斗争，去改造。那您敢保证不断的改造就可以取得效果？不去斗争和改造，我们又怎么能够拥有更新的东西呢？一座雄伟的宫殿是从废墟中建立起来的。够了，你不要再跟我讲什么斗争了，我不要再听了。阿玲已经是家里的一颗即时炸弹，如果你出了什么事，你说阿爸阿妈他们承受得了吗？家庭始终是我的签字，如果不是为了这个家，我就可以无拘无束做我要做的事情了。你是没有办法的，你是家里的一份子，就必须负起这个责任，逃也逃不了。即使你可以改造整个社会，但是你没有办法改变你的家，你觉得你成功吗？这东西还给你，好自为之。大嫂，喂，大哥不在，不在，什么事啊？没什么。你们还好吧？好啊，怎么这么问啊？好像很见外啊。到底什么事啊？我最近在担心，这个家迟早会有问题发生。什么问题啊？你拿什么？我来帮你吧。面包纸。来。谢了。大嫂。啊？这些东西。哦，阿彪的，他说暂时寄放在这。这东西都很危险，快丢掉它吧。怎么可以丢啊？这些是他的东西啊！他说家里没地方放，所以暂时寄放在这。他骗你的，他肯定知道这些禁书跟反动文件放在家里是很不安全，所以才寄放在这。如果你们继续收藏，你们会受到牵连。快丢掉它吧，这些都是犯法。什么犯法？什么反动？这样吧，你打电话叫阿彪来，我好好的跟他谈谈，我帮你丢掉这些东西啊。大哥，你来的正好，阿彪把这些禁书跟反动文件放在你这，你们会受到牵连，会吃官司的。这是我们农家的事，关你屁事！为了安全起见，丢掉它吧。这是我跟我兄弟之间的事，他把东西放在我这里，妨碍到你了吗？我也是为你们好啊。你为我好，你为我好的话，立峰就不会因为你跟我逃婚。要不是因为你说是阿玲，阿玲会搞得跟家里不和吗？你现在还想破坏我跟阿彪之间的感情？没有，你去死吧！阿信。可以忘了吗？不问不想他，难道真的从此没牵挂？除非自己变傻瓜。如果不曾紧紧拥抱过，感触不会特别多。交换过承诺，也没什么话好说。花花世界太多诱惑，缘起缘灭又能代表些什么？